哎呀妈呀，我的婆婆呀，我都没敢给你们录这个场景。前天晚上，我婆婆跟着我去我家住在一个镇上的亲戚家做客，晚上10时许非要出去买雪糕，买完雪糕回来跟我说：“海然，咱们出去，对面的小区里面有 party， 非常热闹，好多人啊，有鲜花，有音乐，还有现场乐队。”我说鲜花、音乐还有乐队，室内室外呀？温迪说是室外，但是你不用担心，都在一个棚里。就是这个参与者的着装色调上有点单一了，也可能是玩黑暗金属的。我说我听着更像死亡金属的。我说温迪，那应该不是个 party。温迪说可是好多人呢，还有现场乐队，它是一个 live house 吗？我说那里边呀应该有一个人，不是 live， 所以它不是 live house， 是 dead house。dead house。我给解释完，温迪大概懂了，还跟我说：“哎妈，幸亏我问你了，当时我差点就进去了。”我说因为里边有音乐呀。他说我看里边摆不少水果，摆不少水果。温迪这才懂得了，当时这个 live house 里边的乐手啊，尤其是管弦乐手，不管曲风悲与否，都是要把你送走这么个道理。然后第二天呢，我们就回到了铁岭。我妈不是老嫌温迪抠嘛，就老怼他，俩人之间呢就关系有点紧张。我妈呢就好面子，说归说，说完还请人温迪吃饭。到了饭店，别人都上楼了，我妈还在1楼花了35给温迪预约了一个节目表演。结果呢，这饭刚吃上，这俩女的也不说话，气氛十分尴尬。突然开门就进来一个人，一首那个往事只能回。温迪也分不清是唢呐还是葫芦丝，反正是管弦乐。人家进来吹奏的第一秒，温迪完了，死亡金属。我妈问温迪，温迪，你说这个下首歌，他是给我吹还是给你吹？温迪面无表情，强忍着内心的突突，椅子都坐湿了，跟他儿子说：“不就是不喜欢我？怎么东北人一不喜欢就玩命呢？”我说温迪啊，你误会了，管弦乐本身没事儿，你得看环境，你别管这个环境里有没有鲜花，有没有乐队，有没有水果，只要没有照片儿就没事儿。温迪懂了，开始忘情的享受这个葫芦丝的表演，也给他喜欢的。他总结的就是中华民乐多精湛，就看眼前的葫芦丝慢，葫芦丝慢。我这表情必须到位啊，好一点的。跟我说，哎呀，你看这葫芦丝慢吹葫芦丝，你说他是靠这个眉毛挂档的吗？太酷了！你就看这个表情，你说是悲是欢是离是合，咋说都行。然后转身跟我妈说，我们的孙子拿铁工作找着了，将来就成为这个眉毛乱飞的葫芦丝慢。你说带个音箱，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，多美好的工作。我妈说不行，你这工作赚的不多。温迪说一曲就35，赚多少是多呀？我妈说你这工作不稳定。温迪说多稳定啊！今天这种饭局天天有，昨天那种 party 那不是更天天有吗？世界上最稳定的工作就是这个，远处有煤的人，近处就有葫芦丝拉。你说你怕啥？怕没拉？怕没拉？给我妈气的，但是温迪完全没有眼力见，一直疯狂补刀。我妈给拿铁买了个梳子，一边梳一边说：“你看我孙子的头发越长越好，将来肯定不像他爸那么秃。”温迪说：“他爸也不是2岁秃的，你着啥急呀？他家3代一过30，全完。”我妈还一直疯狂的给2个孩子夹菜，说多多吃，咱家俩孩子肯定长大高个。温迪说他将来吹葫芦丝的话，长得高干啥呀？你看眼前这位，也就1.7米，都吹翻白眼了，我就得当和事佬。我说我婆婆不会说话，妈消消气儿。咱有 GNC 儿童钙镁锌，光是有机钙含量就达到200毫克，还有镁锌和维生素 D， 有机成分不刺激，孩子更容易吸收。添加了接骨木酶和赖氨酸，助力宝宝快乐成长。88年的品牌值得信赖，而且一次一条就这么就喝进去了，根本不用愁孩子不爱喝，酸甜小味不用劝自己干。你这么大肚子，给大肚子人吃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酒过3巡，也不知道为啥，温迪给我妈赐了个名叫 Jessica。Wow, Jessica's out again. 哎呀，你要不说我还不知道呢，我以为是我跟珍妮之间有点不愉快是我的错呢。现在我才发现，你们家祖孙3代都没啥正经人。哎呀，哦。啊！人谁不知道，这人真是抽断。你们都知道我这个加拿大婆婆爱跟我算账要钱，那我就总输吗？我没赢过吗？我赢过，有一次我逃单没给她钱，她心服口服。那是我认识她11年唯一一次成功逃单。那一年我去加拿大，然后一家人驱车南下到了加州，就是 California， 准备第2天去迪士尼玩。我寻思去迪士尼就正常买票去呗，但我婆婆当时突然间就像东北社会人上身似的，那个迪士尼我有人到那儿提他名就好使，不用买票。我一打听才问明白，这个好使的人是谁呢？是我老公的2大爷的第2任媳妇的一个侄儿的前邻居。这个人叫啥呢？叫 WC。他为什么叫 WC 呢？就他的名本身特别长，他嫌叫着费劲，他就给缩写了，就 W.C， 就公共点厕所。那为什么在迪士尼提这个公共厕所好使呢？就是这个 WC 老先生啊，他今年已经73岁高龄了，但是在他40岁的时候，他在迪士尼工作的时候发生了一场事故，导致他双腿都截肢了。所以迪士尼为了补偿他这个员工呢，首先要支付他余生的这个工资，同时他可以终生免费进园玩，同时可以带一个推他入园的小伙伴。那么为了当这个小伙伴呢，我婆婆开了2小时车，
就到了 WC 家，人老头正输液呢，就给人老头给接出来了，接到我们住的地方了。我当时真是挺不好意思，我跟人 WC 说，我说 WC 老爷爷真是不好意思这么折腾你。WC 说，哎呀别提了，我69岁那年认识你婆婆，之后的每一年我就是个门神，年年被她接，4年了，4年了，我一个没有腿的人陪你婆婆玩过山车4年了。她说她喜欢双腿离地的感觉，我双腿都离地33年了，我为啥要陪她享受双腿离地的感觉？我双腿离地有瘾呢。69岁就是我一道坎儿，我就等她哪年把我接来，然后直接给我送走。然后第2天就到了迪士尼，我婆婆就推着这个轮椅上坐着 WC 就往里进，但人看门的说 WC 可以免费进，推她的人可以免费进，但推她的人的限额只有1名，也不用3个人推1个人，也不是倒骑驴的。然后我婆婆就回头跟我老公说，那 I'm sorry 了，那 WC 是我的，那你俩买票吧。我和我老公呢就只能自己买票进去。然后那天阳光极足，就给我晒冒油了。我婆婆带那个防晒喷雾了，我没带，我就跟她说你给我喷点呗。我婆婆就踌躇了，然后坐在轮椅上的 WC 就看不下去了，就威胁我婆婆说 Wendy 就看在年年我被你当吉祥物推了的份上，做个人吧，你不给她喷，明年推我进园的人就不是你。你要记住，没有我公共厕所你混不了迪士尼。我婆婆呢就忍痛给我喷了，但是回去的路上呢还是忍不住管我要钱了，说她带着1瓶喷雾今天差不多都喷没了。WC 就问她，就这个1.2米的 Chinese girl 你是怎么给她喷没的呢？你朝她灭火了。我说行，那咋的，就1瓶喷雾的钱都给你呗。但是我婆婆很公正，告诉我不用，你就给你被喷的那部分。然后我突然啊，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整她，我太尖了，我知道她的弱点在哪。我说温迪啊，那既然这样，咱们就走个明细，你今天喷了我几下？她说大概30下。我说那这个喷雾拢共多少喷？她看了一下那瓶上写是180喷。我说那这一瓶防晒你买的时候多少钱？我婆婆说$30。我说温迪啊，那咱们就捋一捋，1瓶防晒$30，一共180喷，你喷了我30喷，问你应该收我多少钱？咱别上武器，带电的别用，你要用珠算可以，珠算要不会咱就脑算，你算出来我就给你。而且明年 WC 还是你的，害你推的，我都不跟你争，你就算。我婆婆算了一晚上没算出来。哎呀，今天我们家来了一个外国人，向大胖媳妇紧急求助。这个人要见他老丈人，跟大胖媳妇求助了3个小时，最后把大胖媳妇给骂了。来的这个外国人呢，他叫 Angelo， 来自拉丁美洲的智利。明天他的女朋友要带着 Angelo 去见他女朋友的父母。Angelo 很紧张，想问问有经验的人，在中国见未来的老丈人老丈母娘有什么习俗和讲究。进屋就跟大胖媳妇说，那你肯定最懂了，我求求你帮帮我。大胖媳妇当然非常胸有成竹，告诉 Angelo， 没问题，包我身上。第一步，你的握手就不过关，来，你跟我握一下，我看看。你看，你这个握手就是傲慢。有人教过我，谦卑是中国人最重视的礼仪。你见未来老丈人，你这个谦卑，你千里之外就得背，你离着好几米远，你但凡看着老头，你就得低头。我告诉你一个小秘籍，在中国遇到你想表达恭敬的人，这个握手方式叫自由勇士握手，把身体探出去，双手往前使劲，砸猛子。Angelo 学会了，但是大胖媳妇只告诉 Angelo 要自由泳，没告诉他不能换气儿。别换气，别换气。大胖媳妇说，第二步，你得夸老丈母娘。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夸她年轻。Angelo 说，她的母亲62，那很可能不年轻。大胖媳妇急眼了，你有点情商呗？她要是年轻就你花，你是智利人呢，你还是智利低下人？智利低下人，这是你玩肝胆相照的时候吗？Angelo 学完夸丈母娘，我想起来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。我说你第一次见人父母，你买啥了 ？Angelo 说没买呢，我买啥呀？大胖媳妇说那可不行啊，你可得买东西，而且你买完给他们，他们还会跟你说不要。这时候你要原地开撕，照5分钟撕吧，切记不要像我当年一样，我丈母娘说，哎，这玩意儿家里有，我就拿回去了。我说送礼不光丈母娘，还得搞定你女朋友。像她送我的小度天天闺蜜机4K 版，小度播放繁花27英寸4K 超清大屏，有海量4K 资源，画质超清，色彩逼真，高度角度随意调，拉着走咋看都行，追剧贼爽，还能健身 K 歌，销量是这个。然后大胖媳妇开始跟 Angelo 练习最重要的和老丈人吃饭喝酒这个环节。大胖媳妇假装她是老丈人跟 Angelo 练，我看人 Angelo 都快被大胖媳妇教坏了，我就告诉 Angelo， 我说你其实也别听他的，他其实也不咋懂。我说这样，我现在扮演老丈人，我会说一些中国老丈人爱说的话来测试你，你看你俩怎么接。我这个闺女呢，我跟她妈那给惯坏了，那就是小暴脾气，那生气那家伙给我说就跟你动手，你怎么说？面对这个问题，Angelo不知道咋回答。我会。然而大胖媳妇的回答是：别担心，老丈人，他打不过我。混上户口。这不可。好嘞。
你有病啊！酒过3巡，安周罗越来越发现，他来求救的这个人根本没比自己强多少。这次到访属于跟臭棋老子下棋，越下越臭。大胖媳妇还孜孜不倦的跟人安周罗说：“我跟你说啊，你得努力。这个中国的老人们呢，对咱们外国人是有一些刻板印象在，比如这个不靠谱，比如没大心傻乐，比如这个虎了吧唧的不成熟。所以你一定要努力，好好表现，打破这些刻板印象。”安周罗寻思寻思跟我说：“我怎么觉得中国老人对外国人的这些不好的刻板印象，他有很大责任呢？中国人这么像外国人，来你。啊，哎呦哎呦。